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Andy。大家应该都看过电影《异形》，电影里面的异形就是通过寄宿在人类的身体方式。刚开始身体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但要破壳而出的时候，人体一下子感到身体快要被撕裂了，头昏脑胀。最终小异形就从他的胸口爬了出来。想想恶心又恐怖。那我们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像电影里面的寄生虫？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微观世界的寄生虫。什么是寄生虫？寄生虫是指的是一种生物，将它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居住在另外一种生物体内，不但一方面吸收寄宿主的营养，而且会把被居住的生物体的生理机能完全破坏。但是它也不属于病毒、细菌或者是真菌。那寄生虫分为体内寄生虫和体外寄生虫。体内寄生主要是寄生在寄宿主的体内，比如像是消化道、肝脏或者是血管壁，有时候甚至是脑组织，还有骨头里面。我有一个朋友，一起出去逛街，有一天都不敢看他的眼睛，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珠子特别红，红血丝特别多，你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老想着是不是他的眼珠子得了传染性疾病，还是里面有寄生虫。他过来跟我聊天，我都躲得老远。那他可不高兴啊，就问我为什么要老躲着他。我说我看着你的眼睛吓人，可别把病毒传染给我。他可说吓你个头啊，你的眼睛跟我一样红，你忘记了我们昨晚2个人一起喝多了。那体外寄生虫就更好理解了，就是寄生在动物的毛发下面和人类的皮肤底下。我家里养着小宠物，名叫奥斯卡，特别乖巧，毛发也不算很长。有一天在帮它刷狗毛的时候，突然发现它的毛发当中有一个黑色的点，我简直是发现了新大陆，心想你今天难逃我的掌心。于是就拿起了放大镜找啊找，终于找到了那个点，准备掐的时候，奥斯卡反咬了我一口，我叫的真是凄凉。我这才发现原来是一颗黑痣。我们身边总有几个朋友都是我们用正常思维想不通的。比如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看见我一同学的左手臂上有一条虫子。对呀，当时对寄生虫没啥概念，有听说过蛔虫寄生在人体内，还没听说过虫子也能寄生在人体外。就问兄弟，你这手病得不轻啊，要去医院找个专科医生研究一下，你肚子里的蛔虫肯定多，你看你手臂上都有一只。他可说什么虫子不虫子，你不知道这是刺青吗？那寄生虫的寄宿主有几大分类，分别是有植物、动物、微生物、中间宿主、储蓄宿主和转序宿主等。以时间分类的话，也分为长期、偶然和暂时性寄生虫。具体是什么意思？看起来都比较抽象。那什么是中间宿主？比如我朋友发现今天天气很好，想出去遛狗，走着走着就碰到了其他家遛狗的。那么小狗狗很可爱，互相打完招呼，大家挺开心的，也互相给对方留下了小礼物。这里的小礼物就是跳蚤。那互粉了一下，我那朋友的小狗就是偶然的中间宿主。那回到家啥也不做，就直接抱着小狗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时候我那朋友就成为了刚刚那些小礼物的储蓄物主。怎么知道啊？身上痒的不行啊。于是赶快脱去衣服去洗澡。那这些小礼物也知道要大难临头，这宿主待不了多久，这就是个暂时的寄宿主，赶紧跑啊，于是又钻进了小狗的毛发里。这个过程叫做转序宿主。这里拥有良好的环境又营养丰富，适合长期居住。动物身上有寄生虫，比如说老鼠怕猫，这是常识。但是有一种寄生虫名叫甘地弓形虫，它的最好寄宿主是猫。为了提高它们的繁殖下一代的目标，
他们似乎有意识地认定猫是吃老鼠的，于是这种寄生虫会通过老鼠觅食的时候悄悄地爬入老鼠体内，通过对老鼠的中枢神经系统控制，使老鼠降低了对猫的恐惧，直接冲向猫，于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那既然动物身上有寄生虫，那么人体也会有了，而且发现人体是非常理想的繁殖栖息地点。现在科学家发现，人体体内有最常见的寄生虫，为了更快更有效率地进入人体，它们进化出理想的器官，比如说吸盘，而且还带着钩。你说人类也进化了几千万年，除了脑子大一点，但是还是看起来和大猩猩那么相似。不是说了要适应环境而进化，那一部分是从猩猩进化成人类，那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了森林，那还有一大片海洋呢。那另一部分猩猩应该也像海狮、海狗一样会进化出人鱼才对。可是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找到这个证据证明人鱼的存在，莫非那时候的猩猩宁可饿死也不想到海里游2圈？那为什么寄生虫对人体的进化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弓形虫，它们不仅改变了某些人类的进化方向和行为，甚至也影响了大脑神经的进化方式，充当着隐形的设计师的角色。据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家认为，弓形虫可以入侵人体，想方设法控制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人类大脑为了不受到寄生虫的影响，进化出了一系列的对抗政策，把它们成功排除在中枢神经系统之外。那寄生虫它们也不是省油的灯，有些寄生虫产生出了可改变行为的物质，比如像多巴胺，它们将多巴胺释放到血液里。那有些寄生虫还可以操控荷尔蒙的分泌，那能产生亢奋，使人体放松警惕，来改变激素组的行为。这简直就是迷你版的谍战片啊！那我们说的，就算是大部分的人类可以和这些寄生虫和平共处，但是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会受到感染，比如人格分裂、自闭症、精神分裂，都有可能因为寄生虫入住了人类大脑，使人类大脑产生了非正常行为。那么天才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寄生虫在大脑发育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呢？某些天才大脑需要设计出更复杂的神经元来抵抗寄生虫的进攻，那怎么才能变成大家都非常羡慕的天才？我想那必不可少的肯定要多吃一些生牛排咯。